我绝对是世界上最孝顺的儿子。亲爹去世后，我不但没有替他偿还欠款，还让银行证明我爸是我爸。只因我爸生前丢失了身份证，而银行未经核实便为他办理了异地贷款，令他背上了30万债务，导致我爸突发心梗离世。结果等我去银行为他销户的时候，柜员却趾高气扬地看着我。你是李梦泽的合法继承人，必须要继承这笔债务。我强压怒火看了他一眼。他被贷款这件事，分明是你们银行监督不力。你说他欠款，那就拿出相关手续资料来。柜员不耐烦地摆了摆手。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，别跟我扯什么监督不力，自己保管不当怨谁呢？我被这话气笑了。要钱没有？我不认识他，有本事你证明我爹是我爹。话落，我便收起了所有证件放回包里。柜员刘长富顿时愣住。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？我则淡淡地瞥了他一眼。我就是捡到他的银行卡和身份证过来试试的，没想到你们银行这么厚脸皮，随便逮个人就让他还钱。说着我起身就要离开，刘长富连忙看向门口的几个保安，快点拦住他！我抬手指着不断靠近的保安们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敢动我一下试试？保安被我的话喝止住，纷纷僵在了原地。这时刘长富也从工位上走了出来，他不屑地上下打量着我。李梦泽就是你父亲，他的银行卡和身份证都在你那里，这笔债务就应该你来偿还。我劝你还是不要耍无赖，对你没好处。闻言我双手一摊，你没证据，李梦泽跟我什么关系？你能证明吗？刘长富看着我信心满满，证明就在你包里。我则冷笑了一声，证明在我包里，你看不见就笃定我跟他是父子，那他被骗30万，你们同样没看见他本人，怎么就能断定那是他亲自授权的贷款？你们银行太双标了吧？你说债务由我偿还，凭什么？他被我说的脸色涨红，就凭你是他儿子。听见这话我嘲讽一笑，口说无凭，你得先证明他是我爹。刘长富浑身颤抖地掏出了手机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报警。我治不了你，但警察能证明你的身份。10分钟后，一大批警察走进了银行。刚才是谁报的警？刘长富一脸谄媚地走到了警察的面前。警察同志，我是报案人。说着他抬手指向了我，这小子在我们银行闹事，快把他抓起来。警察严肃地看了我一眼。你好，请出示一下你的证件。我从包里拿出自己的身份证。警察同志，公民有义务配合调查，但前提是他无权要求你们泄露隐私给我开核吧。身份证只能证明我是李常德，证明不了其他的吧。警察一边核对我的证件，一边点了点头。是的，我们只能确认你是李常德，除此以外，任何人不得泄露你的个人隐私。得到回复后，我看向刘长富，怎么样？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接着我把目光移回到警察的身上。对了，警察同志，我怀疑他们是诈骗人员，伙同境外骗子开设假银行，泄露储户个人资料，骗取钱财。我话音刚落，刘长富立刻心虚地摆了摆手，没有的事，你别胡说。我站在警察旁边环抱双臂。你怎么证明你们不是假银行？如果不是，储户怎么会莫名欠债30万？他的个人资料除了你们银行，有谁还能获取他的资料去贷款？刘长富一下子抓住我的话柄，指着我连连跳脚。你怎么知道这些事？还说你不是他儿子？我摊开双手耸了耸肩，这不是你刚才在柜台告诉我的吗？他脸都气绿了，收回手转为掐腰。你强词夺理，就算你否认，到时候我们银行也能封存他的账号，你照样拿不到他的遗产。说完，他一脸得意，那副沾沾自喜的模样看着就让人恶心。我提高嗓门，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。大家都看看，他们终于承认银行恶意封存储户账号，想要据为己有。我看你们银行就是诈骗犯。刘长富被我气得浑身发颤。不管你怎么狡辩，银行系统是不会错的。当时李梦泽的银行卡还是你代办的，你就是他的儿子。听到这话，我好整以暇地看着他。代办银行卡可是违法的，你是银行职员吗？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？说着，我立马看向警察。警察同志，我严重怀疑这家银行是假的，他这个柜员也是假的。刘长富被我的话气得语无伦次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当时是你爸年纪大了，所以我们才会允许特事特办的。我冲着他摆了摆手。你别跟我说这些。总而言之，你就是假柜员，除非你能证明你的身份。他指着自己胸前的工牌。这还不能证明吗？我表情严肃地摇了摇头。当然不能证明了，现在这年头，诈骗犯还敢冒充警察呢？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子？听完我的话，他直接拿出了身份证。我不是骗子，身份证总不是假的吧？话落就将身份证递给了警察。警察看过之后，对刘长富点了点头。这确实能够证明你是刘长富本人，但是其他的证明不了。他显然没想到警察竟然会向着我，直接瞪着眼睛愣在原地。我无奈的双手一摊，人家说的很清楚，你只能证明你是刘长富，证明不了你和这家银行的关系，除非你拿出劳动合同来，而且银行主体营业执照也要提供，否则我一概不认。听见我这样说，刘长富气的眉毛都拧成一团。而这时大堂经理也闻讯赶来，他对我和警察分别递了名片和证件。您好，我是这家银行的大堂经理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还有工作证件。我没接他的名片。工作证件有什么用？外面一买一大把，证件照随便拍一拍就可以了。你们证明不了自己的身份，别废话了，直接拿出刘长富的银行就职合同来，包括这家银行的经营执照，否则我是不会认的，更别说继续在这办业务了。说着，我死死地盯住经理。我要的证据都拿不出来，鬼知道你们这家银行是不是冒充的？万一把我的钱带出去怎么办？我朋友就是在你们银行被骗了30万，所以
现在我严重怀疑你们的真实性。这话一出，经理瞬间傻了眼，这简直荒谬！我对他的话不为所动，坚持要看他们的证件合同。你要我父债子偿，那也得先证明李梦泽是我爹，随后再证明你们银行的真实性，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连环诈骗？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对，我的话引起其他客户的共鸣。一个中年男人忍不住为我发声：说的没错，要办业务不能只有你们一言堂，你让我们提供各种证件，你们的呢？你们的职员也得提供证据，说明你们是专业的。另一个老奶奶也说了自己的遭遇：我上次在这存钱，他忽悠我买了保险，不是诈骗是什么？一时间，四周的人全部都涌了上来，诉说他们的被骗经历。我对着经理双手向外一摊：你看见了吧？不是我一个人上当受骗，更何况骗的都是老人家，他们可是弱势群体，这都是你们银行监督不力的证据。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们的专业性，你们到底有没有资格在这里开设银行？这个银行到底是真是假？所有的材料和证据必须全部都亮出来。我的嗓门很高亢，将这件事情闹得极大，吸引来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刘长富急得满头都是汗，而一旁大堂经理则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。这样闹对你我都没有好处，你直说你到底要干什么就完了。刘长富气急败坏地指着我：他就是不想还钱。经理，他父亲可欠了银行30万。我连忙抬手打断了他：可不是我不想还钱，只是你们得证明那个人究竟是不是我父亲，不是你们嘴上说李梦泽是我父亲就有用的。我要看证据，别随便找个人就想让我背上30万外债。这个刘长富也极为不专业，居然能说出代办银行卡这种话来，我对他的柜员身份保留怀疑态度，所以请你们尽快证明自己。闻言，大堂经理转头狠狠地瞪了一眼刘长富，看看你干的好事。刘长富嘴角抽搐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警察有些无奈地看了我和经理一眼：你们还是好好商量着来，有什么问题尽快解决。我对着警察点了点头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看合同，让他们证明银行内部体系完善，专业技能没问题。大堂经理一再向我解释，我置之不理，一口咬定只看证据，并且我的业务还没办完，所以刘长富只能继续为我服务。后面的人也没办法在这个窗口办理业务。眼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堂经理急得涨红脸：李先生，你究竟要干什么？我双臂紧紧地环抱在胸前。我说了，从始至终我就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验证你们的身份。我们双方是对等的，你要验证我的身份，我也要看你的证件。现在骗子那么多，银行也有假的，我信不过你。闻言，经理脸色铁青地指着刘长富：都是你闹的。刘长富委屈地连连摇头：经理，是他胡搅蛮缠，欠债不还啊。这一幕让我不由得冷笑了一声：是你们监管不力，怎么其他银行就不会出现这种事？到了你们银行就弄错了。我作为客户，有权质疑你们的真实性和专业性，而你们只需要自证清白即可。我的话让他俩面面相觑，而周围看热闹的客户还在增加。眼看时间1分1秒过去，经理终于忍不住了：你等着，我给你找合同去。随后去总行调取刘长富的劳动合同，直到过了1个小时后才拿来。我看了一眼，刘长富的确是这家银行的员工。见状，刘长富再次得意地笑起来：现在总行了吧？我证明了自己的身份，你能还钱了吗？我不屑地瞥了一眼刘长富：不能，你只能证明你跟银行是雇佣关系，你还得证明李梦泽是我父亲，不然我凭什么要还钱？大堂经理见我还是这副模样，焦急地看着警察：他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工作，能不能让他离开？这是寻衅滋事。但我却直接双手一摊：我这是正常办理业务，不是违法犯罪。警察同志，银行是营业部门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我一没凶器，二没胡搅蛮缠，是他们的不专业导致我的业务没干完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储户利益被损坏，而你们银行不仅推脱责任，还随便给我定了30万外债，这钱又不是我欠的，凭什么要我还？刘长富看着我气得直跺脚：你爹欠的钱当然要你还。我则嘲讽地笑了一下：那你证明啊，先证明李梦泽是我爸，再证明这笔欠债是他本人确认借贷的，有本事拿出证据来，别在这光用嘴说。警察也认同地点了点头：人家说的有道理，你们赶紧的，能拿出借贷证据就尽快拿出来。可我心里清楚，他们不会去拿证据。此时大堂经理强忍着怒气看向我：这样，我们各退一步，人死了，债务不能消，你少还一点吧。我摇了摇头，直接拒绝：还不了一点。另外，我对李梦泽欠款30万表示怀疑，你们要是能拿出证据，我们还能够好好谈一谈。要是拿不出来，我想今天也就没必要再谈下去了。这话说完，我转头不再看向他们。我这个人很执着，就算是别人做不成的事情，我也是一定要做的。大堂经理气急败坏地指着我：我看你就是故意来捣乱的。既然警察不管，那么今天我们就把你拉入黑名单。这钱大不了我不要了，但是从今往后，你在这家银行所有的账户都用不了。要是影响了你以后的工作生活，到时候你可别过来找我们通融。闻言，我冷冷看了他一眼：你是在威胁我？他冷哼一声，并不说话，算是默认了。见状，我对着经理点了点头：我明白了，我把你刚刚说的话全部都录下来了，现在就去投诉。这话说完，我拿出手机就开始拨打电话。他得意地大笑起来：随便你，爱去哪里投诉就去哪里，结果都一个样。就算你把行长请来，也是一样的。话落，他满是鄙夷地瞥了我一眼。我扬起嘴角，将手机屏幕转向他，上面赫然是市长热线的号码。投诉银行，我可不会找你们行长，你们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，我要打给你们的上一级。
经理顿时瞪大了眼睛，扑过来就要抢我的手机。见状，我直接躲在警察的身后。警察同志，你看他要抢我的东西。警察立马上前一步，你要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，不要产生肢体接触和冲突。闻言，大堂经理倒吸一口冷气，而刘长富更是脸色铁青。电话拨通之后，我直接开了外放。你好，我要投诉安江银行花园分行职员刘长富、大堂经理林奕成两人违规借贷，导致客户欠债30万，属于电信诈骗。这话一说，刘长富胸口剧烈起伏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谁诈骗你了？林经理，快拦着他，要不然这小子得捅到天上去。我并不理会他的反应，而是继续和电话另一端沟通。稍后我会联系反诈中心，现在也已经报过警了。反诈中心一旦拨打成功，他们银行就要进行自查，这期间无法营业，造成的损失林一成和刘长富都无法负责。所有人都知道结果很严重。电话那头的人听到我的话后，一时间也错愕的说不出话来。接下来我将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解释清楚，并播放了林一成威胁我的录音。这下所有人都知道了，并非是我胡搅蛮缠咄咄逼人，确实是事出有因。而刘长富作为直接办理者，要对此事负主要责任。大堂经理作为刘长富的直系上级，不仅要对这件事负次要责任，对他威胁我的事情还会有其他处罚。电话另一端最后和我说，会在24小时之内给我回复。我直接告知对方，我现在就在银行大厅，需要你们进行加急加快处理。这通投诉电话打完后，他们银行从上到下就全部都要自查追责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我电话刚挂断，林一成就阴沉着脸看我，你就是存心找事是吧？我快步走到了他的面前。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，你有什么话，到时候等着跟上面的人说就行。面对我，你需要做的是拿出证据证明自身。你们是怎么忽悠一个老人家做了借贷，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各种合同？30万借贷的具体内容是什么？业务是谁给他办理的？全部都要公开出来，否则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话落，我先打电话联系了身为律师的堂哥，接着又在微信群里和家里人说了这事。得知此事后，亲戚们气愤不已，在短短半个小时之内全部都赶到了银行。当我家中大小30多人齐齐围住林一成时，林一成这才知道害怕，赶紧让保安过来拦住我家里人，保护他的安全。警察也在一旁维持着现场秩序。我见他吓成这样，轻嗤一声，别害怕，我又不是傻子，不会在银行闹事，我们都是来办业务的。我家里人也跟着点了点头，对啊，我们都是来办业务的，赶紧取号排队。话落，30几人挨个过来取了号。见状，刘长富死死地咬着牙，他们这个小行口平时基本没什么人，除了退休工资到账的那几天，会有一大群大爷大妈过来办理业务，其他时间都挺清闲。现在他这个窗口开着，已经因为被我浪费了好几个小时，导致其他办业务的人都不满的吵吵嚷嚷。现在又多了这20-30号人，他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事情闹得越来越大，周围看热闹的人甚至还拍起了视频，发到网上后一下子就火了。这下刘长富才知道他捅了大娄子，他低着头不敢直视我。你看，我们好好说还不行吗？我嘲讽地笑了一下。那你能提供李梦泽之前欠债的所有手续资料吗？就在刘长富犹豫之时，林一成上前一把拽开了他，随后恶狠狠地看向我，提供什么？你不是说李梦泽不是你吧？为什么要向你提供？听到这话，我点了点头。我明白了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，照常进行业务办理就行了。刘长富缩着脖子重新回到工位，我从兜里掏出了一把硬币，先是逐个的存进去，再一枚一枚的取出来，就这么一个来回，就耗费了刘长富40分钟。见状，林一成愤怒地指着我，你这是故意影响银行办公。我对着他翻了个白眼，你是大堂经理，对客户就这么个态度吗？我正常办业务，哪里有问题了？家里头的人也拿出来一叠零钱。对啊，正常办业务怎么就成故意的？这家银行服务态度不行，专业能力也有限，我们给他打差评，一起打投诉电话，就不能惯着他们。林一成顿时涨得脸色通红，30多人打投诉电话，让他急得差点哭出来。柜台里的刘长富脸色惨白，平时一通投诉电话他就要被扣分扣工资，现在这么多，都不如直接辞职。警察看着刘长富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，对着林一成无奈的叹了口气，你们要好好的沟通，不要再激化矛盾了。储户有要求你就正儿八经的去给人家解决，人家要求你提供什么你就提供出来，早点把事情解决吧。你看看现在外面多少人了。此时林一成看了一眼外头，惊得目瞪口呆，这就是个小支行，但现在整个银行门口差不多围了40-50人，外面还有一大群看热闹的，甚至还有人就在银行门口开启了直播。我看了眼手机，直播都冲上同城热搜了，评论里说什么的都有。这哥们好猛，这家银行是要好好查查了。上次我妈在这存了1万块钱，拎回来一条毛毯，我还诧异什么时候银行存钱还送礼品了，结果到期之后一问才知道哪是存款变成保险了。冷知识，只有大额存款才有东西，1-2万的能拎回来100-200的玩意儿，那都是保险，而且银行人还不告诉你。存钱的时候说的好听，等到你想取钱，那对不起，业务员不在，你投诉都无门。这个大堂经理每次都拿鼻孔看人，最差劲了。看到这的时候我笑了笑，看来不止我爸一个人在这家银行被坑害，现在就由我来亲自教训他们。刘长富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手机铃声此起彼伏，看见他们脸上慌乱惊恐的模样，我就知道他们终究是扛不住了。在压力之下，他只能低头继续给我办理业务。可是我这存了又取，取了又存的操作，快要将他急哭了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锃亮的黑色小轿车停在银行门口，从里面急匆匆地走出来一个人。他看到我的时候连忙迎了上来，李先生，我是花园分行的行长徐东，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说。我看着他上下扫视一眼，你说你是行长就是行长了，
这就是个诈骗银行，谁知道来的人是不是骗子？徐东从包里掏出了几个证件递过来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气，这个是我的名片，这是我的职业资格证，警察也在这里，我向你保证，我确实是这家银行的行长，童叟无欺，你也可以去调查我，去官网上搜索一下都没问题的。我看着他笑了起来。那你现在找我有事吗？徐东朝我鞠了个躬，我是真心来跟你道歉的。首先为我行的员工不专业跟你道歉，其次您遇到的问题可以跟我说，我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。闻言我不屑地笑了一声。好说，这30万欠款的证据拿出来，我要看银行合规合法的所有流程证据，而不是你们的一言堂。此时听见我这样说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，双手环臂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说不出话了，还是觉得我的要求确实有些为难了。徐东站直身子看着我，放心，您的要求我们会尽量满足。借贷合同拿出来。刘长富紧张的直冒冷汗，可是这不符合银行规定。徐东对着刘长富摆了摆手，别可是了，还不快去拿。林依晨你也是一样，贷款部门的相关资料，包括李梦泽之前在我们银行存钱的所有资料都拿出来。在警察的见证之下，刘长富只能过去拿资料，而徐东这时看着我，你看我们已经配合调查了，能不能把投诉取消掉？上面的人已经来找我了，我们这小行每年的考核任务都很重的。我对着徐东摆了摆手，其他的话都不多说，只有等到我看见事情解决之后，才能撤下投诉，而这前提是你们的处理方式让我满意，我才可以撤回，不然凭什么听你的？闻言他皱眉啧了一声，像是没有想到我这么不好说话。其实如果今天不是他们太过分，我也不想闹得这么大，把事情办完我就想走的。父亲去世，我本来已经够悲痛的了，来办理业务还要受到银行的歧视，甚至还多了30万欠款，这样我都没有破防，凭什么要让他们好过？这时徐东狠狠地瞪了一眼林依晨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。林依晨低着头，一句话都不敢说，只是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恨。看着林依晨的样子，我开心地笑出了声。没过一会儿，刘长富就回来了，身后还带着贷款部门的人，每个人都捧着一大堆资料。见此情形，我倒吸一口凉气，现在所有资料都在这里了。我从中拿出一份借贷合同，上面说的是借款30万用来购买房产，这倒是让我觉得有些好笑。我爸都70多岁了，先不说年龄是否符合银行的规定，这小老头平时除了钓鱼打牌以外，没有其他的爱好，怎么可能买房？我指着合同上签的名字，这字明显不是他的。我爸打小没读过什么书，他的名字还是后天自己跟招工的人学的，则字3点水中间那一点，他老是漏写，但是这上面却写得十分工整。我又拿出了他平时写下的留言条，他喜欢跟我闺女写留言条玩，我拿出那些字条和合同做对比，你们看看，字迹不对，而且我记得办业务都是要面部识别的，你们有吗？刘长富这次倒是知道不能撒谎了，只能硬着头皮摇了摇头。看见这一幕，我直接质问他，也就是说，从头到尾这份借贷合同的流程都是不合格的，是你们内部伪造的。刘长富看着我，立马反驳，不是，这是他同意的，只是程序上有点偏颇。闻言我怒火中烧，事到如今他竟然还在狡辩。我毫不犹豫指着日期，3026年6月8日签署，可是6月1日我爸身份证就弄丢了，当天我就去了警局挂失，我这还有报警记录和回执。说着我将那时拍下来的照片交给了警察，当时我就是为了谨防有人捡到他的身份证冒充，所以才特意去挂失。新身份证6月3号就发给我们了，而这个合同使用的身份证都是旧身份证的照片，所以这根本就是假的。紧接着我又从包里掏出了病历，更别说那天我爸因为心急摔了腿，在医院里面急救，怎么可能会有时间跑到这来贷款？这是盗用个人信息做的假贷款，从头到尾都有问题。真正的经手人是谁？不用我说了吧？此时听见我这样说，刘长富的脸色煞白，他没想到我竟然能找出这么多的细节来证明他们造假。我又把目光转向林依晨，你说呢？林依晨躲开我的目光，说不出话来。我嗤笑一声，你不说话，他也不说。难道我爸断了腿还能跑来贷款？现在水落石出，你们贷款作假，是不是可以证明我爸的清白？这30万我不用还了吧？徐东皱着眉头承诺我，你不用管，这件事是我们工作上的严重失误，我会将这30万的贷款取消。这个处理结果我并不满意，于是对着徐东提出了我的新要求，不仅仅是取消，盗用我爸信息的人也必须要受到惩罚。这事就交给警察吧。警察也看出来我这个人特别较真，而且事情闹这么大，他们也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。若是以后都有人像这样捡到身份证后，不需要经过面部识别，甚至本人不到场的情况下就可以随意贷款，那岂不是乱了套？甚至银行还自诩监管严厉，但是在内部人的运作下，却如此简单的就通过了审核。从上到下，难道没有一个人能够反应过来吗？徐东脸色难看不已，他板着脸严肃看向工作人员，这个单子是谁做的？贷款部的工作人员犹犹豫豫地指向林依晨，是他让我们做的。我当时还说了一句这不合规，可林经理说这是他的亲戚，这个贷款没有问题，让我赶紧给他办好。还没等他说完，林依晨大喊着打断了他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老子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工作人员一听也气得指着林依晨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怎么敢违规操作的？我还有通话记录，这都是证据。话落，他掏出手机面向众人，调出了2人的通话录音以及聊天记录，直接证实了林依晨就是罪魁祸首。我手掐腰看向林依晨，原来是贼喊捉贼，怪不得你宁愿跟我在这里浪费好几个小时，也不愿意拿出证据来，这可是你们银行出了内鬼。我的话让徐东脸色难看起来，他盯着林依晨，我已经接到投诉反馈，这件事已经成立了调查组，对于此事我们将保留起诉权利。但首先林依晨，你和刘长富以权谋私，故意作假套取资金，按照银行规定，你们2人将被开除，后续责任将由法院来判。李先生，你看这样你满意吗？我看向徐东提出最后的要求，我还要你们贴出道歉信，保留1个月。闻言徐东顿时倒退了一步，道歉信
信，我点了点头。对的，银行作为监管方违规操作，让我父亲背负巨额欠款，害得我爸心梗发作，抢救无效死亡。归根到底是你们害死了他，作为罪魁祸首，你们应当付出代价。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，但是道歉信你得给我，而且必须得在银行贴满1个月，否则我就要带着花圈进来了。话落，我心想，父亲的死不是意外，往大了说，他们就是杀人凶手。此时此刻听见我这样说，徐东顿时张着嘴愣住了。毕竟就在1个星期之前，我爸在银行大厅里心梗晕倒的事情，全银行都知道。当时围观的人帮忙报警叫救护车，可是送去时还是迟了。那之后银行窗口还准备了速效救心丸，就是为了以防万一。现在事情水落石出，林依晨等人必将受到严惩。而作为银行本体，我还需要他们的道歉。如果不照做，我坚决不答应撤回投诉。眼下他们没有办法，舆论已经炸了，网上讨论度过100万，更别说外面还有这么多人围观。徐东叹了一口气，答应了我的要求。随后他亲自手写了一幅道歉信，盖上了自己的私印，还有银行的公章，贴在门口。有网友将他拍下来发到了网上，信上写着：安江银行违规操作，造成储户背负巨债心梗而亡，在此他作为行长责无旁贷，对于逝者表示万分的悲痛和道歉，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引发全行思考。此时看到这硕大的道歉信，我心里长舒一口气。爸，我可算是把背负在你身上的枷锁给解开了，希望你看到以后能够安安心心的上路。随后我注销了父亲的银行账户，并且将贷款取消的文件复印件烧给了他，希望他在天之灵能够看见。与此同时，银行那边也传来了消息，我同意撤回投诉，但是这件事情也产生了舆情，从徐东到刘长富都受到了惩治。徐东被免去银行行长一职，林依晨、刘长富被开除，行业封杀，永不录用。等待2个人的还有牢狱之灾，我把他们告上法庭。在他们昧着良心签下同意书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预告了会得到今天这样的结果。林依晨拜托律师跟我道歉，想要求原谅，我一点都不同情他们，有的只是对他们受到惩罚的期待。我拒绝和解，银行方面赔偿我200万，我也没收，而是让他们自己捐款，并且将捐款截图公开。我不会吃人血馒头，只是父亲回不来，我要讨个公道。最后林依晨被判10年，刘长富判了7年，相关负责人都进去了。审判当天，我也去了现场，听见这个结果，我很满意。林依晨2人被带下去的时候，脸色惨白，丝毫不见当初的嚣张跋扈。我转身走出去，看着冬日暖阳，一路向前。